Hello， 淘叨叨又来了。今天做客淘叨叨来了的呢是《山河令》中饰演赵静的王若琳。我们先请王老师跟我们激情 say hi。有颜有料有才华，淘叨叨来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河令》赵静的扮演者，我就是你们想看到的义父王若琳。欢迎来到武侠的世界。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目前刚刚杀青的这个角色。哎呀，这个杀青的角色很符合我个人的特质和气质啊，演一个进步青年，也是希望吧能够在今年的央视播出啊，大家将会看到我就没有胡子的状态。那你喜欢自己有胡子还是没胡子？肯定是没胡子了，遮挡封印了我这么高的颜值。看到您之前说啊，接《山河令》是减了10斤，然后又胖了10斤。对，开始是减重，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剧想走颜值路线嘛，就基本是现在的状态，而且开始不长胡子的。后来把我和戴坤往上一放，哎呀，这个不太像义父啊，是不是？这怎么办呢？然后导演就说给他贴一个胡子试试，然后呢就先开始给我贴了一个胡子。当时我哎呦，就别贴，我求求你了，我这个又贴胡子，首先我很难受，你知道那个胶粘上特别难受，再加上一粘胡子就不知道这是谁演的了。但是导演和主创团队还是很坚持，我就行，那就为了艺术理想吧，是吧？献身吧。接下来的一个角色会是什么样子？有一个好像是在谈的，演一个变态的心理医生。你看看，哎呀，完了！虽然说我心里是非常的纯净，我本善良，是吧？但是呢，这也可能是一个反一号。哎呦，别提了，我不想演反一号，我想演正面人物。那演这种比较变态的反一号会不会很爽？其实挺爽的。你看我那个《山河令》里不有一场在灵堂的戏吗？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我合理合法的撒野。就是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放肆的地方，只不过人的这个文明程度不断的进化。但想其实我们最原始的时候，天当被地当床嘛，遍地都是小茅房嘛。在生活里有觉得被限制住吗？就像我假如我有鼻炎嘛，我特别想擤大鼻涕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戏里，我想吐哪儿就吐哪儿，对不对？我想虚哪儿就虚哪儿，是不是？其实吐的那口啊，那个是我加的。完，然后我跟导演说，我说直接虚啊，可能让观众引起不适的感觉，就是没有铺垫，循序渐进。对，我说我得循序渐进，我说我想吐一口浓痰。我在每一场戏之前，我要仔细的考虑各种可能性，或者能够让观众自己去抠的一些小细节。假如在温客行和周子舒中间选一个，你会想演哪一个？我可能愿意演温客行多一点。为什么？温客行，我觉得他总在挑逗这个周子舒啊，是吧？离我远点。他总在挑事儿，他总在没事总聊死他，是吧？哎，那个怎么样？哎，每次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我本质是个逗逼，我就愿意挑逗别人。我不是防守型的，我是进攻型的，你知道吗？我去抓他的，我逗他的，就搁着他的。当然了，我也可以演防守型的啊。其实我也很腼腆的。其实，比如说就周子舒啊，你个瘪孙儿。那你会想演蝎王吗？蝎王啊，那得找个多大岁数的人演赵静呢？我比如说黑子哥，哎，可以，对吧？可以，我也挺愿意挑逗他，你知道吗？你说什么？上次聊的时候，你说印象很深，周子舒有一场在街上打斗的戏对。周子舒是你想象中很武侠的一个元素吗？就那场戏，我觉得好武侠，我觉得那个太棒了。就是我可能曾经某个时候幻想过这么一场戏，我就觉得哎呀，那个拍的太有质感，太过瘾了。我说这个就是我心中的武侠。好，那关于他收义子，你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喜欢收义子，做义子管理大师？美甲美的好啊。按手按的好啊，对吧？这是享乐主义。对，享乐主义。所以你看我最后在那个虽然都瘫了，和蝎王对峙那7分钟，当时开始我还是很，哎，我这种摇头晃脑，这也都是我自己。就我想，哎呀，还是挺爽的。哎，虽然都瘫了啊，但我觉得来吧，反正就是给我吃好喝好，是吧？把手给我按好，给我把美甲给我美好就行了。那你用3个词形容一下赵静？老谋深算，但其实也是
有情有义，就是我是给他设计的，还是有情有义的。但我在最后还是我的对其实还是就像我说的，我说那一分的伊甸园还是给他的。后来我已经看了西王发的飞镖，西王在害我，对吧？但我没有一句话我怼他的，我怼的全武林我没有一句对我说希尔，就是我知道了，完了，我这一分原来也最后背叛我了。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动作，就是我把剑扎地上。我的世界全崩塌。然后我有一个弯腰的动作，就是我开始是腰板很直的，就你们谁照那个你审慎怼我，你根本怼不过我，你嘴笨成那个样子，我一句话我就给你怼回去了。你才是那头恶鬼，对吧？他完事之前大家在讨论说，剧本上的赵静是一个完全特别没有心的赵静，没错没错，塑造了一个很有感情的，对，到最后甚至心还软了一下的那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符合现在人性复杂性的一个全方位立体的赵静，就是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想让他坏的丰富一点。甚至我想，如果这部片子以赵静的视角来写，我让他就是他也能写出就对方的坏，他是一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高级的表现方式和表达的。对，俾個機會我，點俾機會你啊？我以前冇得揀，我而家想揀翻做好人。你是导演的话，你会给赵静安排怎么样的结局呢？镜头仰上去一看雪崩了，雪一层一层往下落，但是从山顶往下落肯定有一段时间，我让西王来救我，他可能最后还是背我了，但是呢，我肯定用我最大的蛮力不让他背我，因为他背我的话就意味着他跑得不快，我就想最后死一个活一个，我想我死他活。影响最深的一条评论或者是弹幕是什么？我看，你看我看私信看评论也好，我就看哪条好玩，我就哎呀这太牛了，还是高手在他们中间啊，就这种感觉嘛。其实不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评论啊，对，要不然就刺激我了。比如说我像郭冬临，从来没有说我像郭冬临的，就以前杨树林我也就忍了，对吧？还最起码是同年龄段的嘛，一下已经给我弄到就70、60，我也。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叫那个什么满山走的什么跑地鸡是吧？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个溜达劲儿，摇哪走啊？看到谁就叨一口，你就把我当成小米了是不是？我就像郭冬临咋的了？我还像杨树林，没问题，只要你开心啊，继续溜达啊。我以前连话题都不懂，什么超话都不懂，我不最开始跑到那个什么浪浪丁里边去，知道吗？我看哪有赵静怼我，我就往回怼，我根本不管他在哪儿，很多词儿我都不懂。我是最近狂补课才。最近印象深刻补到一个新的他们喜欢说的词是什么？克拉了。你现在懂克拉什么意思吗？就克拉西了呗，是吧？不就这意思吗？对不对？我觉得很过瘾啊。歇而抱义父那场戏做到义父身上了吗？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这个图，他坐我椅子这个扶手上了，他不可能坐我都残疾了，他还能那么折磨我吗？他坐我这个扶手上了，但我们等那把椅子等了4个小时。会太大声吗？可以了吗？会太大声吗？听不到我说话？行，跟我听不到你说话。你在跟我对话你听不到我说话。您不可以骗我。赖日次老师。完了，这玩意呢肯定带沟里，这啥玩意儿？花开早，天知晓，天莫笑天老。江湖笑天地老，人去了我亡。花谢了天知晓，天莫被天已老。英雄尽，岁月少，人去了，我忘了。现在画啊，我画的不一定好。
腿很圆。这是他的手，这手呢？爱心吗？这是啥？我送给他的书法。路，美好生活的路。这个就是我画的，我和谢尔，反正就是这个水平了，自己去体会吧。咱们就不说了，别说了。你心中有愧吗？为什么有愧啊？我怎么就有愧了？我仙儿，我七大姑八大姨左邻右里都夸你好，是不是？我在外边这么维护，哇塞，我当然没愧了，这绝对没有。你看我刚才设计的那个桥段，我让你活下来，我死了算了，这怎么能有愧呢？有身体接触的戏，你会尴尬吗？这么说，难道你有尴尬的时候吗？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举个例子。有一场戏我不抱住谢网吗？完我在他的头那儿我说以后千万不要再冷言冷语的，感觉不是那么舒服在哪儿呢？我们俩块儿都很大，但表现出来的我感觉还挺舒服，就是最后呈现的还挺舒服啊。他当时的感觉，当事人体验不好，那个客户体验吧就是有点硬，就这个肌肉这个，哎呀，这个看我们俩，他看我，我看他，来吧。